新版电车一日券真的比较划算，还是只是逼你一直跑？我们从大阪出发，实际跑一次给大家看。从清水五条站一路到23年版，我们拿到了跳下去的门票。清水寺好高哦，八坂神社，还有和合神社、下鸭神社。途中我们还捡到乌鸦的羽毛，难道这是来自京都的神秘之线？回程时再顺完福建道河。石清水八幡宫空中缆车上去，气氛瞬间全变了。我好冷啊！加油！哇，真很命自己生的，真的。最后会告诉你到底值不值得，适合什么人买。Let's go！ 今天礼拜一，这里就有很多上班的人。我们要做出丁柳的方向，天气也不错，蓝天。坐到这里已经这么久了，虽然比预期晚，但没关系。到达清水五条站之后，我们直走左转，第一条小巷子来到这，直走就会经过这个公园，接着往右就会到达八坂通。英子见人呢，见，紫园八坂通。前面就是法官寺，这也是清水寺非常经典的地标，会明显的感觉到人潮增加。这边好多当和服的人呐。对啊，再往前走就是有名的拍照点，人真的很多。对啊，这边就是有名的拍照点，大家都在这边拍照。落水抹茶，这里蛮有名的一个饮料，千万不要拿错，它有无糖跟有糖的。今天虽然不是很热，但走上来还是有点热啊。就抹茶。店员会提醒是有糖无糖，超贴心的。观光价格口渴再买就好 ，CP 值3颗星。之前就有看到有介绍说，为什么以前的艺伎他们会在夏天的时候穿的这么厚，都还可以不流汗，因为他们这边会系得很紧，就是会让他们不容易流汗这样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是之前看电视刚好介绍。哦，太多了，反正有点不知道该要怎么逛。可以吃冰啊，600。一个是好热。对啊，然后这个是西瓜冰干。这个他给我写不大颗，我是吃不出来是什么，你要试试看。哦，有点咖啡味哦。冰沙本身没有西瓜味，比较偏水蜜桃的味道。双麒麟是碳的味道，吃起来嘴巴黑黑的，拍照会不好看，各位请留意。CP 值3颗星。好可爱。蜗喵，2000，400啊。我一直被途中迷惑。由于商店街的诱惑实在太多，我们决定先前往目的地清水寺，回程再来慢慢逛。往前走，到清水寺了。现在我们要上宫，进去本寺。走。清水寺是京都的热门景点之一。若你希望来的时候人是少一点的话，建议早上6点到8点之间就要来哦。他们中东人就算穿了和服，也是要包头。饱透。接着继续往上走，会先碰到2重要的国家文化财，分别是三重塔跟西门，他们2个是同期一起同时建造的。哦，这边应该就是买票是不是？你想跳要门票？好快哦！我们拿到了跳下去的门票了。走，你做好决心了没有？我做好，把你推下去。赶快，真的赶快把我推下去。门口一进去，直走就是清水寺本堂，右手边你就会看到很多观光客。再往前走，就会看到第一个卖玉手的地方，想当然一定就是。接着我们也来到这个最热门的地区清水舞台。刚刚我们这边还围一堆人，现在人变少，我们就趁机赶快进，就一阵一阵的。等等对面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拍回清水寺，等等我们再走过去，往那边走。好高哦！相传江户时代从清水舞台一跃而下，只要平安生还者便能愿望成真。但这是历史传说与民俗观念，并不是现代的体验项目。如今参拜重点乃是欣赏舞台的景观以及历史文化，请勿模仿。如果秋天来清水寺的话，下面都有红色的枫叶哦。没错，那里真的很漂亮耶。到时候上山的游客一定会变得更多。那是自然。
舞台右手边可以眺望到京都塔，下方可以看到阴雨之龙。稍后下去再做介绍。这个香很香，蜡烛在这边买，然后烧插在那边。哦，就前面那个。希望他没事。离开清水寺后，往前走会看到地主神社，它是求姻缘的圣地。可惜在2022年整修至今为止还无法进入。再往前会经过另一个御守贩卖处，走进去呢就会看见近200尊菩萨的白体地藏堂。接着原路再往前，会看见供奉着巨大如来佛像的阿弥陀堂。之后就会到达清水寺的绝佳拍照点奥之院。一堆人啊！对啊，一堆人。传说中的清水寺视角。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要告诉大家要早点来的原因。不过，我们也发现离开奥之院往前走的观景步道，其实也是很好的拍照点哦。就每个视角都有每个视角都好看。沿路再往下走，就会来到刚才清水寺往下看的正下方阴雨之龙。由阴雨山所涌出之泉水被分流成3道流下来。传说利用勺子接水后，用手捧方式一口喝完，便能实现对应愿望。但参拜者只能3选1，若贪心都喝，愿望将不会实现。排队加喝水是很有记忆点的场景。清水寺人旁边也可以下来，但是我们刚刚是从另外一头这样子转一圈转下来的，一个一个把它建上去，上面整个就是寺庙，好高哦！从这里下去是一种决心。这边的晚上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啦，顺着我们就走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往左边走会看到延命院，这不对外开放。接着往下走，巧遇了这里的历史文化点鸟边野，位于清水寺南侧一带的古藏地。对华人圈来说，墓地常有点忌讳，但在日本，墓所常和寺院祖先一起供奉，三者在日本文化中是一体的。若经过的话，虔诚的走过、看过、路过即可。出来随着路标指引，就会离开清水寺喽。京都有很多免税店，观光区的地方它还是很多可以用信用卡，有点像九份，日式的九份。哇，里面好多房子。有不少学生，我看见他们都还在排队吃拉面，价格700-800到1200的都有，不会太贵。这里有点像那个像我们上次去跟桃园的那个啊。我们是从2年坂打算走到八坂神社，会经过维新之道，在右转的地方，大家也可以停下来不妨看一下。结合了各种神社的散步路道，名称呼应的明治维新，走路很有氛围。沿路也可顺游灵山护国神社，若不赶时间的话，建议可以走一走。2年坂走出来就会看到灵山神社，刚好有初夏限定的绣球花。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清水寺的出访。清水舞台经典必拍，但若要避开人潮，只能6点到8点的早上来。而绣球花季是初夏限定，若看到的话，画面很加分。阴雨之龙是人气祈愿点，如果经过的话，记得要去祈愿哦。就在前往八坂神社的路上，我们发现前方大云院上方有一只乌鸦，突然，愚蠢的人类，我只表演一次，看好了，结束。感觉是想传递什么神秘的讯息给我们。我们刚从清水寺一路这样子走了大概15分钟，走到八坂了。拜完以后，我们再走10分钟的路去紫园4条站了，我们再搭去总站，要到下鸭。日本八坂神社一共有3000多间，这里是总本社，也是少数跟富坚道和一样24小时夜间也能来参拜的神社。然后现在我们从这边出去，只走8分钟到紫园4条。这里我们也总结一下，八坂神社是京都辨识度很高的神社之一，西楼门跟武殿很有京都感。如果可以走路的话，这里非常适合跟清水寺2、3年坂排在一起。走不动的话，再选择坐公车，以免错过了这边漂亮的街景。若有祭典傍晚来这里的话，气氛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此时已接近需要补给的时间，
于是我们先前往东大路通找到拉面金子园本店，但需要注意这里只收现金，不过价格还算亲民。不少人推荐来子园这里找地方吃，闻起来蛮香的。煎饺，很薄的那一种，不像八方云集很厚。通常吃的也是这一种，就是很薄，它的汤很浓，浓到很像羹，味道也是，喝起来也很浓。也真的吃起来有点像羹汤、羹面。羹面，日式羹面。炸鸡偏硬比较干，煎饺皮薄多汁好吃，等了15分钟。拉面最久，因为它现煮，等了20分钟 ，CP 值10.5颗星。还有附白饭、附茶水，可以一直喝。吃完饭后，我们返回右转，就会回到4条通的路上，直直走到底，左边这个地方就是地铁入口喽。很酷哎。对啊，出口都坐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哎。也许是我眼馋。刚刚是去清水寺，然后等一下就是要坐到这边来下压，到下压，我们下压结束。下压结束再坐回来这里。因为这边可能会下雨，我们这边留最后一站，然后这里再结束，我们就坐回去了。就回这边，回这里，北滨。高中生不是会躺在那边，然后看旁边的河。穿过河岸后，就会看到指示牌，来到下压神社的门口。走，下压神社里面好像会先碰到一个叫做美人神社的地方，我们去找找。门口直走之后，会先穿过鸠之森林，这边很好拍照。拍完以后，我们继续前进，就会看到地图。不对，这样才看得到，抱歉。取得下压地图后，直直走就会看到指引，再往左边走就会到和合神社喽。镜子会吗？这是有名的美人神社，女生一定要来的地方。现场有色铅笔，也有冷气，可以自己画绘马。在地人多，观光客少。最后记得要去买变漂亮的玉手哦。接着我们移动到象声社，去买这里很有名的戒指玉手，它是 free size。由于下午3点天气预告会下雨，所以我们打算赶快去完主神社后就赶快离开。还是下雨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据说乌鸦的羽毛会有幸运值，刚好外头有听到一只乌鸦，也许在传达什么资讯，我们出去听看。他在讲什么？原来这个讯息正是在传递讯号给我们，似乎是把我们视为一种同伴，在说我在这里。解开谜底以后，很幸运的雨也停了。正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你看，哇，好长啊！哇，这乌鸦的羽毛哎，我就说是乌鸦的吧。对啊，莫非雨停了跟此传说有关？相传神话中受到阿玛特拉斯大神下凡成为引路者，同时也是带来胜利跟幸运的象征者哦。总结一下，这里真的相对没有清水寺这么拥挤，很悠哉悠闲，尤其中间还会穿过鸠之森林，整体散步感很舒服。这里的御守也非常有记忆点，值得再来一趟。下压回来10点多了，等再去富建道河站，然后可能加一个是清水八幡宫，看看有没有机会上缆车去看一下。太观光了吧！竟然还有那个好观光的富建道河站，哇，做的很鸟居耶！金板走出去也是4分钟，有不？这里也可以坐 JR 线，出站就会到了。
复健道和大社全程走完约2-3钟头，所以很多观光客只来这里逛完就会离开。千本鸟居是由日本当地居民公司行号捐赠出资所建造的，所以每一柱都有捐赠者的名称。因为这边是24小时，刚刚那个千鸟居晚上一定就没有什么人了。这里的市集跟商业感很重，刚才被店家半场不好吃是吗？买了一堆烂烂的章鱼烧。由于店家想收摊，拜托我们买下来，但是它实在摆太久，大家来这里记得要慎选。我们在饭店跟道顿窟都很好吃，所以日本章鱼烧是很有水准的。道和大神常与开运还有商业紧密连结，有点类似台湾的神农大帝。由于它有24小时，如果希望人潮少一点，可以半夜来，或者凌晨6到8点来。5点多啦，准备离开去最后一站。这里没有人啊。好走。八幡宫上面这一站叫做八幡宫入口，然后八幡宫山上，然后它还有编号。八幡宫一出站后右转直走1分钟就会到了，就在前方。这里需要留意，金板电车是绑 QR code， 因此出站不用扫，回程的时候直接上车。这个空空的包车。Thank you for riding the Iwashimizu Hachimangu Sando Cable Line。这缆车听说就是为了让你上去神社设立出来的。目前约莫5点45分，6点15分是最后一班。原本只是想上去参个拜就返回，结果没想到一上去气氛瞬间全变了。由于这里海拔较高，气温瞬间降低。我好冷哦。因为这里比较高嘛，气压比较高，它就会比较凉。而且下雨。下雨。哇，变成秘境之旅了。真的。参道上的弯曲设计是体现对八幡大神的敬仰而设计的巧思，因为参拜完离去背对神明是不礼貌的行为，地位类似台湾的关圣帝君。有这说中的八幡宫到了，就是这。石清水八幡宫位于南山山上，是日本非常重要的3大八幡宫之一。可搭乘缆车上山，沿途非常有仪式感，竹林山景与雨天，气氛非常有味道。虽然有点波折，想看不同京都感的话，这里还是很值得排入支线的。注意御守贩售时间是下午4点截止，6点是参拜时间，6点15分是最后的往返时间哦。现在已经6点了，我们要赶快回去了。离开时我们还看到高中生。我们是刚刚八幡山に訪れますが、仕事ね。つまり何事？聊错啦。大阪、京都、大津方面は。这是各块，很明显。6点半八幡宫，我来这里大概7点10分，因为我们是坐普通的。天满桥吃东西，因为离我们住的饭店只有1站，很近。这是8楼吃饭的地方，就跟真鲜的价格差不多啦，64块。通常我在台湾都比较喜欢吃鲑鱼，可是日本的鲔鱼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还有3种不同口味的清酒，3杯是500元 ，CP 值很高哦。明天要去环球影城。第一站要先去做东崎冈。总结一下今日单趟车资的总花费，大家可以这里暂停观看。其中南山缆车是最贵，单趟就要300日元。因此今日的行程若用金板电车1日券来算的话，可以将近省下1140日元。当然也帮大家总结了你适不适合买1日券的情况。一天至少要玩4个景点，最好有排石清水八幡宫，因为上南山缆车的话会更划算。而不一定要买票的人呢，会适合只去3个点以下。因此若是高强度跑点路线的话，你买票会更划算哦。最后想询问大家 ：A. 来京都都会去哪里买御守呢？ B. 你们都推荐京都的什么美食？ C. 有人跟我们一样踩过大雷吗？ D. 在京都剪过羽毛吗？其他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交流哦。
如果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，欢迎订阅我们，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让我们一起解锁下个任务吧。本集收集成果卡片19张，把植物之语收藏好厉害！京都篇完成部分地图，旅程未完，冒险继续。